我很常就是顶着那个粉红色头发，然后去行天宫，然后很多人侧目我，然后就完全没有要顾别人的眼光，然后就默默的在抽签。有抽到他不给我签过，因为他觉得我很烦。他说你怎么什么都要问，然后也有抽到就是那个签，就是说不要凡事都问的这一种签这样子。自己蛮喜欢行天宫的那个气场，也很喜欢跟里面那个修经的师姐抬杠这样子。虽然他不太会跟你讲太多，对，因为他很多人而且人家明明不能讲话，对，就光是他问我名字，我就很感动，就是有被在乎这样子。因为你去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很低潮的时候，觉得全世界都不理你，只有他说你给我签名，我就会觉得我很开心。后来，喜欢接触啦。我是相信科学的，不相信玄学。好怕被定型。上一年大概花了多少钱？办公室那个风水，我其实都有请老师看，大概10万左右。有一年迷上水晶，那一年比较，就是那一年花比较多钱。那一年那个金洞就花我10万，听起来真的很迷信的这个人。拿金钟完之后你就还愿吗？我没有许过拿金钟，我只有许过一次，就是我真没有也没有，我只有许过一次，真的是很低潮的时候，我请他给我一个勇气，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愿望是我必须要连续5年去还愿的。那刚好这一尊神不在台湾，所以我最近这3年都是请一个当地的朋友帮我遥控还愿这样子，然后我汇请给他这样，很复杂吧？但我有做到。那今年我希望真的可以亲自到那边去还愿这样。在哪一国啊？在 Bangkok。泰国。对。四面佛。对。但是是真的有如愿。我当然会觉得宁可信其有，然后我也觉得其实我也找到蛮多能量跟勇气，以及我突然有了愿意去面对自己不喜欢那一面的那个行为，对，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啊可以啦 ，OK 啦，我这样的直来直往也没关系这样子，但你看到身边就是包含我们制作人，就是也是从以前看我很冲到现在。对，我也可能伤害到他，因为他曾经很帮助我，所以这一些人都是我看在眼里，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的一个人，所以算是那个有帮我实现愿望。又找到共同的兴趣就对了，就拜拜许愿。其实这圈内蛮多人，老实说，因为艺人这个行业，除了自己本身要努力，还蛮看机遇的啦，所以为什么这圈子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信仰？我觉得这也是原因之一。这样子。我们刚刚问你是哪里啊？很容易飘掉，现在是不是年纪到了？我想问新的啊，请问，就像陈耀有说，你觉得你自己演不好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我自己觉得你演就是本身老师是个教主嘛，可是你演的很有魅力，然后很有震撼感。我想知道你做了什么努力的，就是功课，然后还是有做什么去揣摩这个角色嘛？哦，就要怎么让大家听你的话，然后怎么展现出那个魅力这样？你粉丝好好，带项圈，不听话就电击。就找了很多纪录片里面那些真实人物的样子，然后梳理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其实很多的信徒他们都会提到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个教主他声音非常有说服力，他的嗓音一出现，你就会觉得哦，你好像就是被催眠一样。所以那时候有觉得哦，就是在声音上一定要可以说服大家。所以我自己也许下一个心愿，就是说，当我在演这些。因为我有时候台词会很长，漏的，对，是2-3段台词，所以我就会想说，那我在演这些台词的时候，就是都不要 NG， 希望可以在现场就可以让大家觉得，哦，他可以用表演来说服大家。
对，然后事后才知道他只要一 NG，心里就想说他完了，他们都不相信我这样子。对，但其实旁边人完全没有在想这个，他想说没有在想这个。现在一定已经完全被说服了，讲话的声音太有磁性了。他的声音表演真的是真的，你事后去看那些片的时候，你是会被他折服他的声音表演，因为我自己的声音表演就差很多，他的起伏什么。轻重，然后该用气音的，该用实音的地方，你应该会是一个好歌手。真的，对，很多演员为什么是一个现场是好歌手，是因为他们的声音表演很厉害。而且我觉得很多好歌手是好演员，因为他们可以展现歌词的细腻。哦 Just like you。好。要说服大家，更重要的是信众。就当信众有相信你的时候，这个教主才会成立。所以就是我会很感谢亚伦，就会觉得说，其实跟他对戏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从他的眼神里面感觉到，他就是他对教主的喜欢，对教主的崇拜，那反而就会让你觉得他有被我说服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其实到最后，其实真的都是大家一起来完成，就是完成你这个角色。那请问两位，如果就本身老师跟费穆奇来说，对你们而言，他们两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介绍他们两位。本身老师就是他拥有解读你西格玛档案的能力，是然后他非常超能力，他可以知道你人生的课题，然后告诉你该怎么样去克服，他可以帮助你度过所有难关。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，所以是一个非常神秘谜一般的男子。我骂经纪人，有念，他们觉得我很啰嗦。有一次我们去算命的时候，等一下，这一次呢，不是我们主动去算的，我们只是约了一个会，然后其中又有一个人去学了某种什么生命灵数，然后说那要不要聊一下？因为是个长辈嘛，我们说好，那就把就是反正出生年月日大家都知道，就把它给他。然后他念一念，然后他算一算说，你很啰嗦哦，你很爱碎碎念哦。然后我经纪人跟我助理就爆笑这样，然后说哇靠，原来你们一直都觉得我很啰嗦这样子，我就是爱念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要沟通。重视沟通啊，重视。发现我话很多。所以你师兄的时候多师弟吗？我没有去算这个，我都相信事在人为，我只是。我会去算，都会算说我要注意什么。比方说，我有时候有一次去算，他说：“你前几年那个是口舌是非很多，来不及了。”他就有印证到这样子。那基本上老师不见得会知道我们是谁，有可能是他刻意装不知道，有可能他真的不知道。现在大家对我愿意都是一个邪教影集的定义，那你们当初演的时候，是真的把幸福之光动力会当你的邪教在演吗？我们有问过很多次彼此这个问题，他到底是不是邪教？我自己认为邪不邪教，看信的人怎么用。我不觉得任何宗教，他一开始进去就是告诉你要做很偏激的事情。当然有，但那个是为数极少的一些极端教派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所以基本上真的信仰是一个工具，你怎么使用这个工具，就要看那个人的心态是什么。就像我其实这一次学这个奇门遁甲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就特别问的老师说我适不适合学，他说你不要学，因为你学了你会乱用，这样就看他的那个盘，所以其实真的是看个人你的心态正不正这样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就我们自己在演的时候会觉得，像本身老师他讲的每一句话，我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，或是都像是真理。然后有些真的可以帮助到你，那有些人在当下真的会觉得很开心、很快乐。那就很好。对啊，那种就很好。你要说他错吗？好像也不行。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戏里面一直在探讨一种，就是真实跟虚假中间，就是你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实，哪一个是虚假。那当你相信，当你觉得快乐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？那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老师的话，背后他的
目标它的利益是一个不好的话，那可能它完全就会导向到另外一个样子。因为你时常看到同一个宗教里面，我有不同的朋友去信同一个教，但出来的样子就不一样。有人就真的是很大爱、很 peace， 有人就很积极的，就是你要去，你一定要去，你不去你就是怎么样就不好这样子，就是会有这样的差别。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还是事在人为的，